后退，前进，身子后退，兵器前进，枪身不动如山，枪头如暴雨般凌厉。这便是古武绝学暴雨梨花枪。老头一杆大枪耍得虎虎生风，一招朴实无华的回马枪，多少武打明星也用不出来。中国最后一位剑圣于承惠老爷子的收官之作，剑是柳白猿，师徒二人的长枪对战，没有丝毫花里胡哨，功夫乃是杀人技。徒弟一招上刺，被老头格挡，后退两步，虚晃一招，抓住时机刺杀老头下盘。枪乃百兵之王，在兵器界长枪的王者地位不容动摇。俗话说一寸长一寸强，二人使用的大枪便是最长的兵器。刀剑水平再高，也挡不住长枪突刺。哪怕你是传说中的剑圣，面对一排长枪兵也得跑路。师徒俩的战斗非常朴实无华，徒弟的脚下前进后退，大枪也是上下劈砍，虽然看起来不华丽，却非常的实用。老头的大枪突刺每一次都被挡下来，于是徒弟施展出一招游龙长棍，这一招蕴含太极八卦之意，枪身不停回旋，让你不知道从哪里发起进攻，收枪斜刺，没有奏效便后退格挡。老头一招蜻蜓点水，随后两人恢复起手势，刚才都是热身运动，长棍没有枪头，这一次他们打碎木棍做成枪头。老头枪尖朝下躺顶，徒弟连续四腿，一招力劈华山被格挡，随后一招长蛇溜地，徒弟被逼得一直后退，在墙边被一招砸掉长枪，果然是老当益壮。于承惠瞧着这个不成器的徒弟，开始施展他的绝学暴雨梨花枪。大枪急速抖动，枪尖犹如狂风暴雨一般扎在人身上，能呈现梨花的图案。功夫不是花里胡哨，片刻之间既分高下也分生死。老祖宗的东西值得学一辈子。看到徒弟不服气，老头身子一扭，电光火石之间一招回马枪，枪法凌厉夺人性命。这一招非常厉害，杀人于无形之间。回马枪是中国古代枪法绝技之一，之所以叫做回马枪，是因为它属于马上技能。招式为当对方在身后时，突然向后调转马头，用回转的力量快速向前刺击，攻击范围集中于点上，很考验精确度、反应速度、平衡感和马术技巧。由于受惯性影响，刺出去的枪力量很大，可以很容易的穿透盔甲，但是很难快速收回。此招是只用于武将对决，且只在有把握时才用，否则容易因为枪突手后来不及收回而受攻击。这一招的精髓就是出其不意，在撤退的时候猛然反击，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。因为非常有用，所以从马上演变成步战技术。这一招往往是作为绝招使出。老头一大把年纪，用木头使出回马枪，直接在墙上戳出一个窟窿，威力可想而知。而现在这位枪剑双绝的老爷子，则是对一个能当他孙子的后生万分警惕。江湖上有一则传言，说是每当习武之人产生矛盾，就会有一对叫做柳白猿的神箭手出面调和，号称剑士柳白猿。传到这个小伙子身上已经是第7代，一手白猿剑法出神入化，带上专业的瞄准镜，先用千锤百炼的鹰眼瞄准，接着一招连珠剑法西北望射天狼，箭如流星赶月，刹那之间射穿人的身体。而大枪的主人于承惠想要挑战神箭手，简直像是天方夜谭。兵器一寸长一寸强，远程兵器则比近战强得更加夸张。不过于承惠自然非同一般，首先他的闪避就非常高，拥有灵猴不闪躲。其次他的大枪上加了一条绳子，在对方射箭的时候，大枪急速抖动，就可以让绳子快速旋转，施展梨花杖，将飞来的箭矢都挡下。很快他就来到10步之内，弓箭根本无法突破他的枪斗术。柳白猿坐在马扎上面无表情，弓箭手可不仅仅只会射箭，拉弓射箭对于臂力的要求很大。每一位都是绝世猛男，赫赫有名的战神吕布，世人都知道他的方天画戟，可袁枚设计同样威震天下。五虎将的黄忠更是射术独步天下，百步穿杨，纵横大江南北。柳白猿在老头近身后，立马用长弓使出弓斗术，长枪突刺，柳白猿用弓格挡，然后快速前劈，大枪一个回旋击，枪未下刺，如果不是凳子而是腿，这一下柳白猿就能残废。可以明显看到弓箭手一动不动，貌似稳如泰山，其实根本打不到对方。大枪试探突刺，硬弓连续格挡，老爷子人老心善，不愿意欺负后生，使用大枪在这个距离那就是无敌。枪乃百兵之王，这个名号不是白叫的。两人水平差距不大的情况下，刀剑根本无法碰瓷大枪。于承惠扔掉枪，摆出太极拳起手式，兵器大师的拳脚也不会弱。柳白猿一个胳膊夹着弓，另一只手前探，此乃白猿探手，硬弓侧击。于承惠翻手夺弓，但被柳白猿识破，反手来了一招走肾击。老头不甘示弱，强手碎喉，稍一用力就能捏碎喉咙。而柳白猿则是一招近身技弦月，将硬弓架在脖子上，拉动弓弦，只要稍一放手，那就是你死我亡。老头子面不改色，放开手转身离去。越想越气的他去武一堂挑战武林同道，
对方一招咏春问手，老头趁其不备一招横切，随后上挡下压，然后两人互相拉扯，来了一招四两拨千斤，太极阴阳推手，来回不停。对方一招白鹤亮翅，连续攻击脖子，老头丝毫不惧，一招猿猴捞月，死死压制对方。独门绝技猿猴大擒拿，将一代拳法宗师压下去，对方反击，太极移形换位，两人互换位置继续推手，关键时刻又是一招缠锁技，完全将对手玩弄于股掌之间。紧接着猿猴戏水，双手好似猿猴灵动，不停攻击脖子，影响思维，顺手一推，敌人就瘫倒在椅子上，随后双腿使出钢柱玉锁，死死钳制对方身形，连续的手肘暴击，连身后的灵位都开始颤抖，可想而知这一招的威力有多大。最后直接将灵位掀翻，但周围的人没有一个敢上前，这就是宗师的威慑力。虽然他没能战胜柳白猿，但却也不容世人小觑。而柳白猿在大战之后也无所事事，因为此时已经到了民国，武馆已经开始没落，也不需要他去主持公道。男人将弓箭锻造记忆封存，从此世间再无柳白猿。本期武林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